沃里克从梦中惊醒，他梦见了很小的时候父亲死于尼克刀下的久远往事。艾莉睡在沙发上，早上醒来不久，尼克就从外面回来了。换衣服时候，他注意到尼克的后背有一片纹身，今天要去帮泰奥医生送药。沃里克有别的工作，于是拜托艾莉陪着尼克帮忙。走的时候还顺便让艾莉帮他买包烟。路上，艾莉好奇地问尼克，沃里克还有什么别的工作，但尼克并没有搭理他。就在艾莉以为只能用手语和尼克沟通的时候，尼克说了2个字：南昌。没错，便利屋的工作只是副业，沃里克其实是个给钱卖身的牛郎。路过婆婆的商店，见尼克带着娼妇出来溜达，婆婆拒绝看手语，让尼克用嘴解释给她听。于是尼克说艾莉是他的女人，让婆婆别那么讨厌她。尼克到楼上送货，让艾莉在下面等着。艾莉突然想起沃里克委托她买烟，但是她忘记要买什么牌子的了。正在犹豫的时候，婆婆已经掏出了一条烟摆在桌子上。沃里克以前开始就只抽这种廉价的烟，干沃里克这行的，如果和一个女人亲密过度，就没法做生意了。所以沃里克带来的女人，或者说不得不放在身边的女人，都会以为是尼克的女人来蒙混过关。所以刚才尼克才会这么说。这时艾莉注意到老婆婆手上拿着报纸刊登的白毛少年阿尔坎杰罗一家遭到残害的事情仍未解决。22年前，犯人杀死了坎杰罗的家主、妻子以及长子，劫持年仅13岁的次子为人质逃亡。犯人极有可能是当时佣兵团中的少年。其实大家都有所察觉，这条街很容易引起这些有隐情之人。那2个孩子即使住在这里，也没什么奇怪的。婆婆劝告艾莉，她最好别在那边待得太久。尼克这边送货很顺利，沃里克和他的富婆客人也完事了。富婆甚至还提出要和尼克一块玩，不过被沃里克果断拒绝。他的搭档可不是南昌。伺候完富婆，沃里克又回来和尼克一起工作。街道上很热闹，但是他们却总是走后巷。艾莉很好奇，沃里说到时候他就知道了。克里斯蒂亚诺家的首领邀请他们来下周参加夜会。蒙洛家族这边则是在进行处刑仪式。尼克和比尔吉带牌子的干架的事，整条街都传遍了。蒙洛再次邀请尼克回归家族，不过又被尼克礼貌地拒绝了。最后一站是街上的娼馆，沃里克非常的受欢迎，一进门就被女人团团围住。他曾在这里干过一段时间，所以熟人很多。只不过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沃里克的表情不是很高兴，尼克更是站在妓馆外面不进来。突然一个女人凑上来问沃里克怎么还和带牌子的混在一起，还不如赶紧把他踹了，反正那种人早晚都会死的。沃里克突然非常生气地将女人摁在墙上威胁，还好妈妈桑出来解了围，因为这家店归极度讨厌黄昏种的科西家族所有，所以经常有非常讨厌黄昏种的人。但妈妈桑却知道，所谓的黄昏种不过是受药所苦的病人。沃里克拜托妈妈桑向刚才的女人道歉，他们这次来是来送药的，黄昏种专用药剂，兴奋剂3盒，镇定剂7盒，用药的人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据妈妈桑说，已经衰弱到下不了床，痛觉也几乎没有。送完药之后，沃里克又要回归本职工作，打发艾莉和尼克先回去。艾莉扭头找人，发现尼克进入了一个女人的房间。第2天，尼克照常早起离开，发现沃里克的房门开着，艾莉偷偷推门进去，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而他的背后有着和尼克一样的纹身。沃里克一觉醒来，房间里没有人，艾莉似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不过下楼一看，他还在原来的拐角处坐着。艾莉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问：沃里克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南昌的？沃里克和尼克来这里时是13岁，第2年就去妈妈桑那里工作了。至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沃里克捂着眼睛，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6号街的废弃工厂内发现多具男性腐烂的尸体，一部分被刀片切割的支离破碎，被害者没有携带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警方的调查难有进展。今天的便利屋非常冷清，因为沃里克和尼克都被查杜警部带进了局子。尼克除了查杜的话谁都不听，搞得审讯他的迪克很头疼。查杜和沃里克就在另一间屋子里看热闹。查杜已经56岁了，沃里克和尼克也都过了30，他们之间的孽缘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突然，尼克隔着玻璃给沃里克贴了2张他们17岁时的通缉令。沃里克吓了一跳，我去，他们都已经从美少年变成大叔了。尼克快20年过去了，居然一点也没变，然后嚷嚷着要尼克把这东西扔掉。回想起曾经在警局里痛苦的沃里克，查杜想着他们其实还是变了的。这一次把2人搞进来，主要是为了6号街的虐杀案。查杜当然不会怀疑他们，只是为了给上面交差做做样子，顺便让他们帮个忙。毕竟尸体破坏的太严重，交给鉴证课太花时间了。说着，查杜就和科迪交换审讯，并将现有的文件给沃里克看。艾莉留在便利屋，回想起伯伯和她说过的话，尼克曾经也把误入歧途的妓女带在身边，结果差点被杀了。于是艾莉决定将手帕还给尼克，和他好好道谢之后就离开这里，自己去找新的房子和工作。突然，一大滩血滴在桌子上，巴黎满身是血的尸体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这种人竟然还说什么脱籍从良，无论走到哪里，到死之前他都会是这副样子。如果对那2人张开大腿，说不定人家还愿意留他几天。
艾莉捂着脸浑身颤抖，安慰自己没事的，那两人不会这样对她。科迪一脸生无可恋地换到了沃里克的审讯室，将文件交给了他。沃里克要做的就是凭借这些文件推断出受害者的身份，就能被放回家了。科迪觉得不可思议，受害者的脸被破坏，没有人证明啥身份的东西，就算是证件课都觉得棘手，沃里克居然能搞定。沃里克有极为恐怖的记忆力，他一目十行地翻阅完了所有文件，资料在他大脑里清晰地排列组合，仅仅是通过死者身上的一些蛛丝马迹就能知道对方的身份。没多久就将所有受害者的情报告诉了科迪。沃里克在还是贵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但即便他翻阅了所有书，记住了所有知识，为了不让家族蒙羞，他的父亲还是给他安排了家教。但是他的父母并不重视他。有一天，负责宅邸守门的西门佣兵团的团长带来了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少年佣兵，正是现在的尼克。查杜这边正劝尼克早点把阿里赶出去，就接到了蒙洛打来的电话，他们这边已经开始交火了，需要便利屋来支援。于是查杜将刀还给尼克，两人匆匆跑出了警局。沃里克还是家族少爷的时候，尼克就是他的护卫了。他是妓女生下的孩子，在家里的处境非常尴尬。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他发现尼克和他一样身上都是伤，问他什么也不搭理，这让沃里克非常生气，以为是父亲吩咐过尼克无视他，但是一拽过尼克才知道，原来他的耳朵听不见。回到现在，沃里克半死不活地跟在尼克身后跑着。蒙洛的手下德利寇和伊万刚把巷子里的人处理掉，准备就跟老大会合的时候，一个戴着兜帽的小孩从巷口走出，手下好心的过去询问，德利寇眼睁地发现对方从怀里掏出了刀，甚至来不及提醒小心，手下的头就已经掉在了地上。男孩胸前的牌子一晃，冲上来又杀了一个，然后直接冲德利寇而去。德利寇及时用枪防御住了攻击，嘲笑完蒙洛的手下不过如此，少年就立刻跳墙离开了。察觉到事情不简单，德利寇立刻去追，并给蒙洛身边的杨打去电话，让他小心小孩。然而已经来不及了，男孩故技重施，又杀了2个手下，瞬间朝他挥刀而至，幸好蒙洛及时一枪将人逼退。另一边，赶路的尼克突然停下脚步，顺着血腥味跑进了一条巷子，发现里面被杀的是蒙洛的手下，而且切口和尼克的风格极为相似。沃里克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少年一路追着蒙洛到了门口，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无视3大定律的蠢货来找茬。蒙洛的心情也很不好，但少年可不管什么定律，他的任务是要将蒙洛的尸体完整的带回去。说着，从房顶一跃而下，冲进人群中砍杀。而在不远的暗巷里，有2个人正在偷窥着事态的发展，他们似乎是私自背着老大雇佣了黄昏种，准备连孟洛和克里斯蒂诺一起干掉。结果同伴被瞬间一枪爆头，他惊恐的回头，沃里克的枪已经塞进了他的嘴里，就让他们好好聊聊吧。曾经的沃里克非常讨厌尼克，觉得他是个耳朵听不见的废物，甚至拿书丢过他，但尼克只是沉默地把书又还了回去。沃里克在那时就决定，他想要了解尼克，尼克把人处理了就要走，波里斯让他不要乱来。6号街的事说不定也是他们干的。蒙洛这边的情况不容乐观，少年神出鬼没地越过众人，朝着蒙洛的后背挥下刀子。然而只听一声碰撞，少年退后2步，德利寇拦在了蒙洛身后，他的胸口受了伤，牌子掉在了地上。没想到蒙洛家族雇佣的黄昏人居然是没用的第0级。蒙洛笑了，谁说他们雇佣的黄昏人只有1个？尼克的身影鬼魅般的闪现到了少年身后，少年急退躲避，但他的刀还是被瞬间砍断了。2人同时亮出了脖子上的牌子，同样都是 A0级。黄昏人之战一触即发。